我不需要被人允许做什么事情。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准备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要被一些杂事打倒，因为那都是一个体验而已。欢迎收听今天的让 Pro 级的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过海外工作的梦？我自己是有啦，因为觉得海外工作好像真的可以赚比较多钱，但其实我又会很担心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就是没有办法在海外市场生存。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商业分析经理 Lilian 来跟我们分享该如何让自己具备即战力，可以在海外市场生存。让我们欢迎 Lilian。 嗨，大家好，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谈。快速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Lilian， 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如果查 Lilian Chu 也会看得到我所有的实战经验，然后还有在纽约工作的日常。同时我在2023年跟2024年的时候都有推出2堂课程。第一堂课呢是在教大家如何做商业分析，然后第二堂课呢是请 Product Manager 教大家如何拥有领导力，然后在工作上如何变成一个 Top 1% 的 Performer。 所以很开心来这里。哇，听起来超厉害。然后我是在想啊，就是其实大家都很向往，就是可以到海外工作。不晓得真实情况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的一样，就是真的是那种在路上走可以很有光吗？对，很有光那一种，还是说里面其实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辛酸呢？我觉得有，我觉得通常都是因为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是从大学就在纽约读嘛，然后读完之后就是找工作，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在美国找工作的那一段都会蛮辛苦的，尤其是如果你是外国人，像台湾人这样的话，要有个签证的一个过程，然后签证都有很多很多的 restriction， 就是常常会遇到失败。我觉得失败是日常的，就是被 reject 是日常的，对。然后到最后就是我很幸运的拿到这一间公司的 offer， 这样。感觉还是有点刻苦。对，就我觉得过来人都知道，就是那一段真的求职拿签证那些真的是很费心。他们会因为你是非美国人而对你会有一些歧视之类的？不会是歧视，可是像我很多都会是像 HR 人资在 interview 的时候，他就会说，你需要 visa 的那个 sponsorship 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就可能有些直接挂电话，或有些直接说我们不 sponsor。 我假如申请100个工作好了，可能有70%到80%就是连进门的都没有办法，因为你就是要 visa， 我就没有 visa。 他们会觉得说这东西很麻烦，很麻烦，觉得说对你还不是那么让我们觉得对有价值一定要的，对对对，尤其是大学刚毕业就真的蛮辛苦的。那你当初为什么会决定要留在美国工作？就是如果说这个过程这么辛苦我觉得我这人一直就是非常的一个喜欢挑战的女生，所以呢我就想说如果 visa 这件事情那么困难，我就来挑战看看我到底可不可以留下来。所以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就认知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跟我学长姐请教，他们就说你之后真的会遇到这些很困难的事情。我就从大一开始每个学期都狂实习，所以我大学4年总共实习了8个嘛，所以我在台湾有实习过，然后在纽约有实习，然后在加州有实习，然后在迈阿密有一点实习，所以就累积各种经验，然后各种 interview 的 skills， 然后到最后我真的要毕业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有2个 offer 在等了，可是那是因为我长期以来慢慢的耕耘拿到的，这样。就是你从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了，就是因为你打算就是毕业之后我就是要留在这边挑战看看我可不可以获得这个 visa。 是 exactly， 然后从中也找到很多的技巧跟心法这样。那有什么小小的心法？就是我后来发现tech 就是科技业比较会 sponsor， 因为我一开始想要走媒体业，可能唱片公司啊之类的，可是就全部跟我说 no 不可以，所以我就想说还好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大3的时候就有在做比较像分析类的东西，所以就可以 prepare myself for the tech industry， 这样就是已经开始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已经默默自己开始准备了备战，找到自己的那个方向。是的。在美国职场上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部分？我觉得到现在我还是很 shock 的，就是整个 management style 是很 hands off 很放手的。可能我的经理或者是我经理的经理都会让我们发挥，可能就是给我一个题目，假如说我们今天要 increase revenue 好了，他不会跟我说要怎么做，他反而会把这个事情交给我，然后让我去思考，不会说一直逼着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会一直狂 check in， 就是给我去想，然后给我去发挥。这个东西一开始我会觉得很彷徨，因为觉得我要怎么办，可是后来我做越久之后，我发现这反而可以让我可以有发挥的空间。当我真的做出来的时候，我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感，然后会让我找到
我在工作上的自信，然后让我继续想要做下去。哇，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跟台湾可能亚洲啊会对被 diss， 就是可能也会有点不太对啦一样，是因为大部分像在台湾的公司，主管丢下一个任务给你的时候，虽然说的好像是放手，但其实会一直在中间给你很多的，对，就可能说，你这件事要这样做，或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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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可能我在公司的话，我不会有那么多的 specific 的一些事情 task 要做，所以我觉得要看人，因为有些人反而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有些人喜欢 hands on 的感觉，就是我要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可是我觉得在美国公司，他希望你是发挥的。那我觉得通常越会自己发挥的人，反而是越容易被注意到，越快升职。其实某部分其实也是代表说你很有自律，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你会去为了这个达到这个目的去尽力。对 growth mindset， 我每次做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都会被评量到，你这几个月有没有为自己的成长而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那我觉得第一个是你想要成长什么，这个你要自己知道。然后第二个是 OK， 你这个目标定下来之后，你自己有没有实行，你用什么方式去实行。 maybe 可能跟亚洲的一些企业不太一样吧，因为可能目标都已经先帮你定好了，就有点是做中学，学中学。真的就是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就把这套方式带到我的 YouTube 上面，然后我的课程里面，我就觉得说我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嘛，我也不会用 camera， 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剪片，可是就是我喜欢教人家的东西，我喜欢分享，我就想说那我学怎么用相机，怎么录，怎么拍，怎么剪，然后到现在变成这样子。就你的分享其实应该有影响到很多的人，然后让大家其实会有更敢去做的那个对，因为我觉得不是说你不会做什么事情，是你可能还没有试，所以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我做了再说。我在公司我也会跟我朋友说，就是我都不会 ask for permission， I'd rather ask for forgiveness， 我不需要被人允许做什么事情。错了的时候人家说不行，你不能做这件事，我再说 OK sorry， 那我不要做。某部分其实也是不要害怕失败。对，因为像大部分的亚洲人从学生时期就是家庭背景其实就会有一些影响，就大家就会很害怕做错事，或是害怕没有办法满足其他人的期待，对，而不敢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的根本是在于自信吧，要从各种的体验还有失败还有成长中会累积那个自信，那自信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也许可以做到这件事，然后你就会勇敢的去 try。 那在美国如果想要进到就是国际的一些大公司，它会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吗？就是有没有什么关键的因素？英文真的很重要吗？英文蛮重要的，通常在这种大 tech company 的话都会经过蛮长的一个 interview process， 然后各种 round 都有，所以我觉得在 interview 的时候表达能力非常重要嘛，所以我觉得英文的话就算英文不好，可是至少你如果英文表达很 OK， 那也行。可是其实要看你的 job 的部门，因为我自己的话是比较是 people facing 嘛，因为我是做 business strategy， 所以常常要跟各种部门的人接触，所以那个就更吃英文能力还有英文表达写作能力。那如果你可能是后段的工程师，那可能不用那么的就是专注在这个方面，真的还是比较看 technical skills。 那像你自己就是一开始我记得你应该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业分析经理嘛，这条路是可以适合就是每个人去做无痛转职的？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大学生然后没有经验的，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从可能数据分析啊或 insight 之类的开始走。那如果你是已经在职然后想要转职商业分析的话，我觉得我第一个建议都会是先去了解你现在在公司中，你了解你公司的营运模式吗？你了解你公司的商业模式还有他们的商业策略吗？我会先去了解这个。那了解完之后我可能也会去想说公司里面有什么数据是我可以去分析的，或是可以请教别的部门的。那当自己有一个这个 business sense 跟 data sense 的时候，其实是蛮好转的。尤其在美国转职的话，就是看你怎么去呈现你的 resume， 跟你怎么去表达你的 experience。 就算你不是走商业分析的，可是你也可以把它讲的好像很顺的可以转过去这样。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很顺的，就是跨领域也可以跨职位这样。对，就我觉得是先在你现在的公司先做个备战，先准备一下这样。那因为一直讲到商业分析嘛，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商业分析就是我简单来讲，就是把公司所有的数据去分析，然后分析之后去从中去思考说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怎么样达到公司的商业的目标。
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如果今天想要 increase 我们的使用者好了，我们要增加使用者，那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方向的问题。The biggest mistake 是说我直接跳到结论说我们就多下一点广告我们就是多做一些 promotion然后 blah blah 的，可是这个是没有逻辑性的，然后这也没有被 data 是就是有 backup 的，所以我的职责就是去更有逻辑性还有架构性去想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增加使用者，我会先想我们要增加哪里的使用者，哪一个区域，然后2那个区域里面哪一个年龄层的使用者，然后可能3这个年龄层的使用者里面哪一种人，例如说他们是比较喜欢听音乐的那一种的，还是比较喜欢听 podcast 还是喜欢听 audiobook 的那一群特定的人们，我们要怎么样去增加他们的使用率或增加我们的使用者。如果要增加使用者有2种方式，一种可能是对外可能做一些 promotion marketing广告，第2种方式也可以是对内，就是说我们把现有的使用者让他们待越久越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逻辑的框架吗？对，就是要去思考这整个事情。那如果说今天我不是想要做一个就是商业分析的经理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可以学吗？可以啊，就是我觉得这种逻辑性还有商业思维还有架构是可以用在各个领域，然后各种公司里面的。可以 start with 你在公司遇到一个问题，你可以去 ask yourself why。 如果我们今天公司想要增加营收好了，那你可以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增加营收？是因为成本太高了吗？还是购买率可能降低了？那当你一直问 why 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架构性在，你就会知道说我现在要 focus 在哪一方面，而不是马上跳到 solution 说我现在要赶快拉客单，我现在要赶快架网站的。其实就是会让自己在工作上面对于自己的职位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会有一个更能够依循的一个脉络。是，对，而且当你在跟跨部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更有说服力，因为这样的时候你是用一个很有系统逻辑性的方式去思考，而不是说直接跟对方说那你就下多一点广告我们那个广告现在怎么样之类的。那其实我也很好奇要有那种就是分析这种脉络性的内容出现的话，其实现在 AI 就很方便。那其实 AI 都可以帮我们做到那对于未来的话，就是商业分析这件事情会不会就直接被取代？在很多大公司里面是不能用 ChatGPT 的，就因为他怕商业机密是会泄露嘛。可是最重要的点是 judgment， how you judge the result, how you judge the outcome that the AI gives you。 所以当然 ChatGPT 会给我一个脉络一个架构，只是我是一个人，我要去思考说这个架构对我们公司来说 does it make sense， 然后对我们的部门还有我们现在的营运方式 does it make sense。 所以我觉得就算有 ChatGPT 可以帮你做一个框架，可是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 judgment 还有 business sense 去来微调嘛，然后让它 make it make sense。 哇，这个我有点惊讶，因为就是现在台湾很多的公司都会说，就是因为现在有 ChatGPT 嘛，就算不是 ChatGPT， 其实还是有其他的 AI 的一些工具可以做辅佐，在我们工作上面其实会有更有效率，可以就是去达成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原来在其他地方很多地方原来是不能使用。是的，这就算使用，我觉得就是 judgment 很重要。然后我们也是会讨论说，这样是对的吗？或者是这个方向是对的吗？我觉得是比较给我们有一个方向感或一个 inspiration， 而不是一个直接的答案。那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这样比较不会被 AI 取代。我也觉得虽然大家都说要善用科技，没想到直接是科技直接被挡在外面，不准使用，不准使用。我觉得科技是让我们更快从0到 0.5， 然后我们在人就才从 0.5 到1这样子。那不晓得可不可以请Lilian也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就是你执行过的案例，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数据分析在商业决策上面的应用？因为我的课程就是我都有教大家怎么样去拆解一个 classic 的商业分析问题，然后拆解方式还有逻辑。我记得那堂课里面我的题目就是，假如你今天开一间珍奶店，你有3家分店，然后你要怎么样增加珍奶店的营收，然后在里面就有拆解说有各种东西可以分析，可是我有一个逻辑框架会教大家说可以有先想几个层面，可能第一个是说哪一间店需要 increase revenue， 然后这个店里面呢客源是怎么样的，哪一些客源是我们的重点，然后3就是说除了客源以外还有没有内部的营运
我们也是要去思考，然后去分析的。然后4就是会给商业分析的建议，就是 based on the data, based on what we found, how do we turn it into data, insights and business strategy. 所以这个课程里面都有教，就一步一步教大家的，从分析数据到做一个简报，然后 deliver the recommendation。所以真的也很适合就是一些小白，就是零基础的人也可以接触，或者是说你现在就已经是在做商业分析这条路上，然后你也想要再去佐证说自己有没有什么就是 bug 的部分，是的，再去做微调。对，就是我那堂课是一条龙，是从头到尾把你教到会这样子，就算你什么都不会也没有关系。真的很有料，会教出哪一个人，然后就把自己给干掉了。对，因为我记得我妈那时候看我课程就说：“你怎么把你所有一生学来的东西都拿放到那个课程里面？”我说：“没有，我就是很喜欢分享，就是分享给大家这样。”这样子的话真的要小心那个叫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是这样，不会啦，所以我就会更努力的精进自己这样子。就大家可以好好加油，追上 Lilian 的脚步。希望大家赶快追上我。对，真的。那其实我又很好奇一件事情，就好像 Lilian 知不知道目前海外高薪的职缺，他们会想要找什么样类型特质的人是值更多的钱？好，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刚好呢，我男朋友现在在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读 MBA， 然后我看到他们 MBA 的 recruiting， 就是整个哇，真的就是各种大厂这样的 interview process。那我这样观看，然后加我自己的自身经验来看，我觉得大部分科技的大厂会喜欢那种 generalist 的人。你可能会 data analysis， 你可能会 business strategy， 你可能会 operations， 你可能也会 business development， 然后你也可能某一些 subject 你也会蛮是一个 subject matter expert 的。例如像我好了，我可能是专攻于商业策略还有 project management， 我很强。那别人的话可能会是business development 或 negotiation 会非常强。可是我觉得重点是通才的感觉，越你的职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接触到更多的人跟各种不同的部门，所以当你的涉猎越广，然后 network 越广的时候，你更能在管理层中更怎么讲游刃有余。对对对对。那如果说他就是一个通才，但是他没有一项是专精的，也可以吗？我觉得也可以，因为像尤其我在讲商业分析好了，就是 business strategy operations 或商业策略这种东西，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通才的，因为你要有办法去跟各种部门的人去做一个结合，然后到最后是要跟所有每一个部门的人做一个总结合，变成说，我们全部要一起有一个向心力，是要达成这个公司的目标。所以我不可能讲话是用 marketing 的方式去讲，我也不可能是用广告部门的方式去讲，所以反而是要有一个中间人的感觉，就是其实还是要有一个更全面的全面，对对对，全面思考架构，对对对对。原来如此。那你觉得就是除了商业分析以外，有没有还有什么是值得大家要学习，就是必备的高薪技能？我觉得2个吧，一个是 project management。project management 不是说我自己做一个 project end to end， 是说你怎么 lead a project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from start to finish。就是我今天要做的专案，我怎么 kick off 这个专案，我怎么去 convince people 我们要做这个专案，为什么这个专案很重要，然后可能 OK 专案开始后你去怎么执行的，你怎么去 inform your stakeholders， 怎么去 update your stakeholders，看是你要 weekly one-on-one， 那你 weekly one-on-one 的时候，你里面准备的东西是怎么准备的，然后到最后你执行完之后，你是怎么样去讲解我们这个 result， 让大家有一个成就感吗？或者只是说我们做完这件事情了，然后呢 So what's next? What does that mean? Right? So what? 所以我觉得 project management mindset 很重要。然后第2个是 cross-functional collaboration， 像我刚才讲的跨部门，跟各种部门的人去沟通了解。像我做商业分析的话，我不是说我自己在电脑前面做，然后突然丢给 marketing 说帮你做好了 ，no， 是我可能开始做前2个月，我就会每个礼拜跟，假如你是 marketing 好，我会跟你说，你最近 marketing 的 KPI 是什么啊？我会跟你聊，然后我会先跟你建立一个关系，一个 trust， 然后再从中我会去了解说，那你在做 marketing 这个 KPI 跟我们公司的目标好像有一点关联性，那我会去跟你想说，有什么架构，有什么方式，我们有什么 idea， 然后一起 brainstorm， 最后我才会说，那我可以做一个分析，我们就是合作可以做一个分析，他们说好，然后一起做分析的时候还会一直对接，到最后做出来的时候，就是变成是我们2个一起合作的东西，而不是我丢给你。这样的话，对方更容易会相信这个东西。
哇，我觉得它听下来不只是专业的一些技能，而是更多的其实还有一些是关于到人格特质的部分吧。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能力跟表达能力，才可以去满足你想要达到的这一些目标。对，我每天在想的都是人跟人的事情，就是这个棋要怎么下这样子。我觉得工作不是一件难的事情，而是在于人跟人之间的人是最难的，是最难的。对，有的时候会有矛盾，然后你跟谁说了什么，然后怎么样的，然后这个东西要 email 吗？还是要跟他讲比较好，还是要什么方式这样？对，所以这其实也是经验，就是你还是得要从工作经验中慢慢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还有适合的沟通模式。对，没错。因为像我自己的话，也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对，然后我就是属于沟通者的角色。真的吗？就是会去了解其他组啊、其他部门在做什么事情，然后要怎么找到就是两个 team 之间的目标的一个交界点，是，然后去达到就是让两边的人都可以快乐开心。对，感觉你就是一个桥梁嘛，对不对？对，我也是，我在工作也是这样桥梁。那这样会不会很内耗啊？我觉得有一点因为我就会一直会听各个方向的声音，把它全部听进来，然后再自己消耗，就是再转化内化一下，然后再想一个方式这样。我觉得我现在还有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应该是我又会某部分其实我会想要满足每个人的期待。我也是，对。但我发现不太可能，因为如果满足每个人的期待，我会先把自己累死。是。那我要怎么去判断说一份工作有没有前途？就是有没有什么是在选工作上面的小 tips 或是一些准则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会去思考说我现在想要学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growth mindset 嘛，你想要学到什么，你想要成长什么，然后这个公司跟你现在的职位可以让你学到这件事情吗？或你想要学的东西吗？就我反而不会想说我之后会跳几级啊，或者是薪水会多少啊巴拉巴拉的，我反而会先 look internally 吧，先知道说我自己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强大，而不是说我要怎么去赢取对方的 expectation 这样。然后当我自己强壮的时候，自然那个价值就会变越来越高，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思考上面不同的切点。对，因为如果都是为了薪水或为了可能更高的职位什么而去 chase 的话，我觉得那到最后也会内耗，然后可能会迷失自己。我觉得就变只是在追求那个钱，反而其实你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的 career 是很长很长的，因为像现在医疗那么发达，我觉得到70岁可能还可以工作，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路。对，我觉得不用马上觉得说我现在一定要赚到多少钱这样子。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盲区吧，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多赚一点钱啊，去享受这个快乐。但其实反而会忘记说，其实在职涯的这条路上，其实可能是一个长久战，是长久战。像我之前有读到 Simon Sinek 的一本书叫做 The Infinite Game， 他就说不管我们的职涯或其实人生都是一个没有结束的一个游戏。例如可能拍 YouTube 好像就是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没有一个 ending。那我觉得职涯也是，你就是工作，然后下一份工作，再下一份工作。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下一份是什么，而是说我的初心是什么。My goal is to stay in the game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not to end the game。对。那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如果今天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你还会一样走现在这条路吗？还是你会有其他的想法？我还是会走一样的路对，因为我觉得我从以前就是非常知道说我就是喜欢这类型的工作，就是很多的逻辑思考还有策略性，然后跟很多不同的人交涉，我就从以前就是喜欢这种感觉。之后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因为跟很多人交涉，我会反而喜欢跟大家分享那个感觉嘛。然后我可能从 YouTube 这种分享，然后教大家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变得很简单，可能像课程一样，就是超复杂的一个难问题，然后复杂的数据怎么样变得很精简的给大家一个10页的 presentation with business recommendation。 所以我觉得我之后可能会想要走那种教育类吗？对，觉得好像跟我做商业分析蛮类似的，化繁为简的概念。对，我都会跟别人就是说 My job is to help people think better and make things easier。 真的很受用。那最后也想要问 Lilian， 就是如果想要给那些就是犹豫要不要出国工作的人一句话的话，你会跟他们说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勇于挑战，保持好奇心，去了再说，就这样。
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准备好，因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然后所以就是保持一个初心吧，就我们去就是去体验人生的，然后体验各种 experience， 这样不要被一些杂事打倒，因为那都是一个体验而已。哇，我觉得海外工作可能不是一个梦，然后职场高薪也不只是靠运气，而是靠各种的准备。然后也很感谢丽莲今天跟我们分享，就是其实学历可能不是唯一的关键，如果要在海外工作的话，真正能够让你被看见的其实不只是数据力，还有你的逻辑力，还有你愿不愿意学习的心，有没有想要继续往前冲的那个冲劲。是的，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丽莲可以来跟我们做各种分享，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很多人问我要怎么做好商业分析，一头栽进数据海，只会让你迷失方向。逻辑思考就像一把钥匙，能带你解开各种洞见。嘿，你的思考有逻辑吗？你的逻辑够清楚吗？在数据当道的时代，人人都需要商业分析思维与数据分析能力。无论你是行销人员、专案经理、产品经理、业务开发，或者是工程师，你都可以透过手边的数据，搭配完整商业分析流程，替公司解决问题并创造价值。